领克全新的中型轿车终于是来了。咱们今天的主题呢，就是领克07 EMP 的抢先体验。因为这是一台全新车型，所以我们会从外观、内饰、空间以及它的性能数据这一方面呢，跟大家详细的聊聊。那话不多说，咱们先来一段才艺展示。 怎么样？你们觉得这一次领克的设计到底是帅还是不帅呢？我觉得在设计这一块，领克真的是没有让我们失望过。然后大景你们都看了，我跟大家聊聊这台车在外观上面有很多细节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首先这个灯，其实这个日行灯呢是和领克08上面同源的。然后从我这个上方向下看的感觉，就特别像兰博基尼那种 Y 字形的日行灯。 我觉得气场还是挺棒的。然后另外，他们在贯穿型的日行灯这一块呢，还玩出了新的花样。然后以往在很多新能源车型上，他们的贯穿尾灯是一条灯带，但这一次领克为了做的更个性、更不一样些，它在下方的这个位置是用了点阵式的小灯带，有26颗 LED 灯珠，而且细节点在哪里？你会发现它每一个小灯带的长短是不一的，然后点亮的时候那种动画效果，我觉得还是挺帅的。你们知道这台车我最喜欢的地方在哪里吗？来。 就是整个侧面，先说车身尺寸啊，它的车长是4827毫米，轴距是2843毫米。其实这就是一个比较标准的中型车的尺寸。那相比现在的很多中型车那种一味的追求很长的特点不一样，就这一台车，它在侧面设计呢会更加的饱满、更优雅、更运动一些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台车的后半部分，这一半部分是最能突出这台车设计动感的地方。如果你们对领克03加比较熟悉的话，怎么样？ 这个车尾，你们觉得似曾相识吗？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？就是它到车尾的后半部分的时候，你会觉得，哎，它的轮拱会外抛很多。从后方看，你会觉得，哇，这是一个很饱满的车尾，会觉得很动感，会很运动。那如果你们觉得还不够明显的话，右边是现款 M2 的后半部分，左边是领克07 EMP 的后半部分，怎么样？是不是感觉都是偏性能一点设计的？所以在运动感这一块，这台车做得非常棒。除了运动感，还有什么？ 优雅的感觉，我们来看一下领克07 EMP 为了制造它的优雅和精致，设计到底有多么的追求极致。首先，这个后视镜，其实这个后视镜我们应该是比较熟悉了。我们最近拍了极星4上面也是同款的无框后视镜。然后这个后视镜的好处就是极窄边框，你会觉得它是一个更精致的表现。另外呢，就是它的视野可能会更好一些。然后另外就是现在很多车都在做什么？做无框车门。来看看领克怎么做的。 有没有发现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？其实很多车在做无框车门的时候，它的密封胶条都是裸露在外面的，是吧？那这一次你看领克的做法，哎，咱们把车窗降下来，它的密封胶条是完全隐藏在内侧了。然后再到后面，你们会看到这台车它是拼色车身，这个在领克07 EMP 全系都会是的。我们这台是晨曦蓝的颜色，另外还有一款银色的，应该也会很漂亮。然后到车尾的话。 这是一个点睛之笔，上扬的小鸭尾，尺寸做的比较克制，但是又恰到好处，能够突出它的运动感啊。据说到后期可能还会有其他材质或者是形式的这种尾翼出现。哎，我在想，你们说如果把这个车尾上面加一个领克03加那种大尾翼，是不是很帅？ 哎，发现没有？坐进来的时候，它会有一个向日葵屏，这个屏幕是15.4英寸的。然后坐进来的时候，它转向主驾驶这一侧呢，有个迎宾的效果，它是有正负15度的转向的。然后平时开车的时候，哎，不管你去操控屏幕或者是看导航，都会比较方便。我觉得这个设计很人性化。那如果是副驾驶的想要去玩一些影音娱乐活动的话，就可以转向副驾驶这一侧。 这个屏幕是一个我觉得很有用的设计，但是因为这台车目前是一个工程样车，所以里面的菜单呢我就不能跟大家去展示了。等到试驾的时候，我再跟大家去详细聊聊这块屏幕。然后我们再说一说领克07 EMP 内饰设计的风格是什么样的。我觉得用2个词来形容啊，第一个就是精致，第二个就是轻奢。 表现在哪些地方呢？首先就是配色这一块很漂亮，配色就是你看深浅搭配，这个白色的座椅，还包括拼色的方向盘，然后再加上一些黑金的饰条啊，红色的饰条作为一些点缀，会让这台车的内饰显得更加的高级一些，或者是让它的氛围呢更加活跃一些。然后另外一个点就是在用料方面，
这台车他们宣传就是做到零沥青、零杂棉，还有零有害溶剂。我觉得这一点做的是特别棒，就是把沃尔沃对于健康环保这一套给学过来了，这一点值得点赞啊。另外就是在一些细节上，你们肯定想不到，就这张座椅啊，他们是用了一整张的头层牛皮来做座椅包覆的。我的天，什么概念呢？就是如果你想要用一整张的牛皮的话，那得保证这一整张牛皮都是完好的。如果这一块牛皮有破坏的话，那就没法使用了。所以它的成本肯定会更高一些。但是作用好处在哪里呢？就是它的触感呀、它的纹理呀，包括它的亲肤这种感觉都会做得更棒一些。然后做了一些透气打孔的处理。那整体的乘坐体验怎么样？我给你们试一下。然后这台车的其实整体座椅的感觉还是偏领克风格的，它是比较有支撑性的，然后但是你也不会觉得它硬，还是挺软的。然后整个靠枕的角度，也挺适中的。我觉得对于我这种比较喜欢驾驶人来说，这个前排座椅我还是挺满意的。哦，对了，除此之外还有什么？就是它有一个非常大的 HUD 抬头显示，以及很精致的一块液晶仪表盘。然后我们接下来就到后排去看一下它的后排的体验怎么样。这台车它的靠背角度是适中的，你看一下。哎，我这样做其实是一个比较自然的坐姿，而且它的腰部支撑还有肩部的支撑都是比较到位了，包括头枕呢，也可以把头给靠在上面。我觉得在人机工程这一块做的还是挺不错的。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腿托，这台车正好是可以把我的大腿给衬托起来了。有很多车可能在这边，如果你的座椅高度不够的话，腿部悬空的会比较累。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小的细节点，看一下，它的腿托坐垫这里是单独的有一块凸起，枕着你的大腿，这一点细节上做的还是挺棒的。当然了，这是一台工程样车，据说他们后期还会把整个坐垫的厚度给加厚，然后角度再上扬一些。那我觉得到时候可能坐起来会更舒服一些。我的身高是1.87米，腿部2拳多，头部还有比较大的空间。再来说一说这一台车的性能这一块，具体的参数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呢也没有给到我们，但动力总成应该和领克08 EMP 是一模一样的，1.5T 发动机再加上3档混动变速箱。然后这一套动力总成，其实我们之前在吉利其他车型上体验过的，3档混动变速箱的优势在哪里？加速性能会很强。第二点就是跑高速的时候，3档也会更加省油一些。然后纯电续航版本的话，目前我们没有具体的信息啊。如果它能够和领克08一样的有100多续航，还有200多续航的话，我觉得这台车那真的是挺让人期待。尤其是200多的续航，对于日常使用完全可以当做纯电车了。跑长途的话，油电同用，而且它的综合续航里程据说可以达到1400公里。最后呢，对这台领克07 EMP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。相比同级别的车，这台车的优势到底在哪儿呢？我觉得分为几个方面。首先，第一个方面就是设计，它确实要更精致、更豪华、更优雅一些。第二点就是在于操控体验这一块。其实现在很多中级车，他们追求的是什么？做得更大，做得更舒服，反而在运动和操控体验上做的相对比较一般。而在这个级别或者这个价位的车型，好像确实缺少那么一种足够豪华、足够精致，坐着也挺不错，但是开起来会让你觉得很爽的一台车。我觉得这就是领克07 EMP 的优势所在了。那最后呢，就是价格。这条视频发出来应该是这台车刚刚发布，但是没有具体的价格。你们觉得这台车的价格卖到多少会更合适呢？有趣有料，欢迎关注汽车天涯。